最近这2天有个事儿突然火了，在深圳水贝，有人开始卖投资铜条了，1公斤200块人民币左右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，不是废铜烂铁吗？结果现在连废铜烂铁这4个字儿可不敢随便叫了。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，当黄金涨到普通人不敢碰的时候，市场一定会给你推出一个更便宜的替代品。今天这条视频呢，我不会讲铜会不会继续涨，我要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每一轮平替资产爆火，最后呢几乎都不属于普通人。为什么突然轮到铜条了呢？第一，黄金太贵了；第二，黄金被管得越来越严；第三呢，普通人又特别害怕错过下一个黄金投资品，于是市场一定会出现一个东西，它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：第一，看起来像资产；第二，价格足够低；第三，还没有被管起来，而铜呢，刚好全中了。大家看一下数据啊，过去1年铜价涨了30%多，新闻天天在说新能源、AI、算力、电网全都离不开铜，再加上一句话说铜是工业血液，听上去啊，铜作为投资品是不是特别合理呢？于是投资铜条这个概念就出现了。一个关键的问题，那你买的到底是什么呢？这里我先告诉大家呀，你买的不是铜资产，你买的是一块工业原材料，这2件事儿差别非常大。黄金、白银，哪怕是银，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它们天然呢具备金融属性，但是铜是没有的。铜的价格不是由投机者的情绪决定的，而是由工业订单、宏观周期、产能扩张、库存变化决定的。你个人拿1公斤铜条，对铜价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。我们来算一笔最现实的账啊，现在深圳水贝卖的投资铜条大概是200块1公斤，那你想一想啊，铜价现在的现货价格大概是10万元人民币1吨，你200块钱买1公斤，相当于20万买1吨的价格了。这就是说明什么呢？你买入的那一刻已经翻倍定价了，卖你铜条的老板呢赚了快1倍了，而你呢，铜价得涨到多少你才能回本呢？答案是啊，肯定得涨到20万1吨以上才行呀。而现在是什么水平呢？才10万1吨左右。中间呢还不算上这个手工艺价、仓储成本、回收折价和你的流动性损失。大家想一想，铜如果真的能涨到20万1吨，你觉得国家会不会先出手啊？你去问任何一个卖铜条的商家，他们一定会跟你说，放心，以后至少有废品站会给你兜底。这句话听上去很安心，但其实非常危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卖废品站，它收的就是工业废铜价了，而不是投资铜条价。投机者的那层金融想象，在回收的时候就是按照废铜烂铁的价格。到那个时候，你会发现呀，你不是在变现资产，你是在处理一块废料。这种现象呢，其实在历史上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。大家回头看，每一轮大宗商品牛市的后半段，市场都会出现这些东西：投资铜条、投资银条、投资阴条，甚至投资铁条、投资不锈钢。我没有开玩笑啊，它们共同特点只有一个，不是给投资机构准备的，而是给焦虑的投机者准备的。那有人会问我了，你之前不是也说过看好铜吗？我看好的是铜这个产业方向，不是让你买铜条。如果你真的认同的是机器人产业化、电气化密度上升、电网算力、新能源长期扩张，那普通人参与铜投资最不适合的方式就是去买实物铜条。适合的方式呢，是通过 ETF 或者铜矿上游资源公司的 ETF 进行资产配置，因为你参与的是产业扩张带来的现金流和估值的变化，而不是让大家去买铜条囤在家里。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标准吧，你记住啊，适合1吨1吨买的东西，不适合1斤1斤的囤。铜就是典型。它是国家级、产业级、周期级的资产，不是家庭级、个人级的配置工具。如果你真的看好铜这个方向，你关注的是产业的周期，是新能源、电网、AI 的长期趋势，而不是把铜条当金条一样，认为我现在买1根铜条，以后会涨1倍。那你今天看到的投资铜条呢，并不等于我之前讲的机器人时代的硬约束。恰恰相反，它是因为硬约束真实存在，才被市场包装出来，推给普通人的一种情绪发泄参与的方式。如果你没有看完我前面讲的2026
哆啦 A 梦元年的那几期系列视频，你更容易在这种平替资产当中迷路。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